今天我们来介绍 New Shell。New Shell 是命令列上的一个壳，就像是 Bash， 也就是你进终端机的时候，你第一个碰到的界面。那它有什么特点？跟其他的 Shell 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是它还蛮新的，它可能大概是2019年那个时候才开始发布的。我知道的时间可能已经到了2021年左右，所以它是一个相对非常非常新的一个 Shell。第二个特点是它是用 Rust 写的，就像很多新的命令列工具一样，它是使用 Rust 写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走的路线可能跟那些所谓新时代的命令列工具会有点像，就是有一点点那种 Rust 的味道。第三个就是跟其他比较经典传统的 Bash 这些东西比起来，它更像一个程式语言，所以它有很多物件、资料形态。传统的 Shell 在传递资料的时候都是用 streaming， 就是像 pipe 传的时候都是一个串流，一堆文字或者是 byte 的串流，它是没有形态的。所以像是 PowerShell、Windows 的 PowerShell，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性质的 Shell 就会想要改变这一点，让 pipe 能够传递有形态的物件。那 New Shell 也是走这条路线的，而且它在资料形态物件的设定上又会更现代一点的味道。所以你如果熟悉像是 SQL、Pandas 或者是 Polars 的话，你可能会感觉 New Shell 非常的有亲切感。最后一点是它完全不注重相容性，也就是比方说好了 ZSH 会注意跟 Bash 在很多地方它是相容的， Bash 也会在很多地方跟 SH 是相容的，至少 SH 能够执行的东西在 Bash 有很大的几率它都可以执行。虽然 Fish 有打破这个相容性，但在 80%， 我的体感上面 80% 以上的情况用起来还是很像是 Bash。 如果 PowerShell 你给它的是大概20左右的话，那 New Shell 大概可能跟 Bash 的相似性大概我会给它到40到50中间。我们先来看一下 New Shell 的网页，这是 New Shell 官方网页，风格也还蛮清爽的。它的第一个截图你就可以看出来一种现代风格的命令列，因为它出来是有表格，而且光从这个指令来看，如果你有做过资料处理的话，像是 where 啊或 sort by 这种，如果你看到这个指令感觉有一点点亲切感或者熟悉感的话，那 New Shell 很可能非常适合你。后面有想了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直接去读 JSON、YAML、SQLite、Excel 和更多不同的种类的资料。如果你要读 Parquet 的话，它有一个 Polars 的 plugin 可以帮你去读 Parquet 档。我们上次说的现代风格的命令列工具，它的错误讯息会更清楚、更美观、更漂亮、更易读。New Shell 也有这个特点。那你要怎么安装呢？很多的套件管理器就已经可以装 New Shell。Windows 的话，你甚至可以直接用 Winget 就可以拿到了。那 Nix 也可以用， Homebrew 也可以， APT 似乎是没有。不过没有关系，因为 New Shell 是属于 Rust 的生态系，所以你还是可以用 Cargo 去安装它。我自己安装的时候也是用 Cargo 去装的。所以如果你是它的目标客户，或者说是潜在的目标客户的话，很可能你的系统已经有 Cargo 了，你就直接用 Cargo 去装，是相当轻松的。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hell。 你可以打 NU 进入它的 Shell。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LS， 的确它会有一个像是 Table 一样的展现的情况，它有很多不同的资料形态，你可以用 pipe 后面接一个 describe 来看它的资料形态。你可以看到它的资料形态其实是一个 table， 这 table 有不同的 column， 不同的 field。 第一个是 name， 它的形态是字串， type 的就档案它的形态也是字串，档案大小是其他的一个专属形态叫做 date。 你可能会好奇这个 LS 为什么跑到 New Shell 里头就不一样，难道它是用了比如说像是 LSD 或者是 EXA 这些东西在后面帮它处理吗？不是的，我们可以用 which， 这也一样，我们可以用 which ls。 你可以看到这个 ls 其实它的内建指令 New Shell 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内建指令超级多的，它甚至像是 HTTP 这个指令也是它的内建指令。像我刚才用 HTTP 就抓了 GitHub 的网页的内容，我当然也可以抓 Google 网页的内容。等于说像是 curl 一些命令列去打 API 的工具，在 New Shell 你不用呼叫外部程式，你直接用它的内建功能就可以用了。我们要看一下它 HTTP 是从哪边来的，你可以发现它也是一个 built-in。它到底有多少 built-in function 呢？我们等一下会把它看一下，但是我们先到 CSV 的目录下面来开一个 CSV 档案。
我们开一个 Iris 好了，你可以看到我 Open Iris 之后，它就自动的把它用像一个 table 的形式把一条资料就读出来了。好，那你可能会想说，那这个一下跑掉，我看起来也有点痛苦嘛，我要怎么去好好的看它呢？我可以用一个东西叫做 Explore， 当然也可以用 Less 啦，但是 Less 就是原本的工具，原本的 Pager， 它处理的还是普通文字，它无法去处理像是 Table 这种 New Shell 的物件。在 New Shell 你可以用 Explore，EXPLORE，这是它内建的 Pager， 你甚至可以进去看里头的内容，好，反白它的不同的格子。我们比方说好了，我们想要抓到所有的 species 是 Iris Virginica， 所以我们让它的 species 等于 Virginica， 好，完全就可以把它过滤出来。我们加一个 Explorer 再看一下好了，可以看到我们只过滤出来它。那我们想要找出它的 petal length 大于等于6的呢？我们过滤一些东西出来，我们来试试看。好，我们把这个指令写出来，你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把它还蛮好读的 ，species 是 Iris Virginica， 然后 petal length 大于6。在这边你可能会发现呢，大于小于已经跟 Bash 不一样，因为它不会变成了输出导向。好，那如果你要把这个东西写到档案里头去，你要怎么办呢？你可以用 save 啊，比如说我这边 save Iris， 好，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执行了把它 save 到 i2.csv， 我们再看一下 i2， 就可以发现它已经被存进去了。我们可以用传统的工具像 less 来看它的内容，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 CSV 档。如果你只是要 echo 一个东西，然后你要 echo， 然后要把它存到档案，你也可以用 save， 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文字串流，你就直接用 save 一样变成 result.txt。 我们用传统的工具确认一下它的内容，你可以发现它真的就是 ABCDEFG 了。好，我们看一下还有哪一些内建的功能。你可以打 help command， 这边有一大堆的，那我们一样把它过滤好了，过滤它的 command type built in， 然后我们只列出来它的 name category 和 description。接下来呢，我们用 explorer 去看它的内容。你可以看到我们用 dash i 好了，加一个 dash i， 让前面有个数字。好，你可以看到这边有的 built in， 这边全部都是 built in 的功能哦，有387个 built in 功能，包含了去看东西 debug 的这种东西。Who am I 也有。汇取的话本身也是它 built in， 所以我们刚刚用的汇取是它内建的功能。包含像 touch 它也不用用外部的。这边密密麻麻包罗万象。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说它到底有几种不同的 command type 呢？我们就把它 command type 拿出来，用 get 把它拿出来，然后用 unique 把它独一无二的东西选出来。你可以发现它的 command type 有 keyword、built in、custom、alias 跟 plugin。这边 plugin 可能没有装很多，就是 Polars。我顺便秀一下 Polars 怎么来开它的一个，比如说像是 Parquet 档好了。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打开了一个薪水的 Parquet 档。那因为 Polars 本身是 lazy 的，我们如果要直接把它秀出来，要加上一个 eager 这个 flag，就可以把这个关于薪水政府开放资料里面刚工作的人第一年拿到的薪水的依照不同类别以及年度的一个统计，所以这边就可以列出来。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做 sort 那些，不过如果要做 sort 这些的话，可能我们用 PS， 比如说 PS 它也是一样。那所以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先看 PS describe 一下好了。比如说我们可以 sort by MEM， 那我们就可以依照它的 memory 来排序。那这个是由小到大，可是我们可能要反过来由大到小，我们用 dash r。 而且我们可能只想要前面几个人，就前面5行好了，前面这10个用最多记忆体的东西，我们就瞧前5个，那我们就立刻可以找到5个用比较多记忆体的程式。如果要用原版的 PS 来做，我都还要去找一下网络或者是问一下 AI 才知道怎么做。可是在 New Shell 即使我不熟的情况之下，我只要用这些基础的元件就可以把它拼出来它的功能。可以说是我觉得在这方面有体现了原本 Unix 本身的哲学，也就是每一个工具只做一件事情，但是把它做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很多不同的小工具组合在一起，让 Shell 发挥更大的能力。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它的指令，我们看看它的 category 有几种。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也有一大堆不同的，好像是数学的也有 frame、lazy frame， 然后还有比方说像是 network， 那我们看看它的 network 有哪一些。好，我们看 category 等于 network 我就可以列出来，这边还不少，主要是 HTTP 以及 URL。它的另外一个方便的地方是它还有 watch， 也就是监控档案的变动。这个应该也是内建的，可以 watch， 可以看到它内建的，然后有一些还不错的说明，而且它的说明其实都有它的一套逻辑在里头，包含它的 input 和 output type， 它的形态都用表格把它写得很清楚，所以你会完全知道它的输入是什么样的，
输出是什么东西。它也支援星号，就是如果你要去直接看到你的子目录所有东西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用星号，这样就有点取代了 find 的功能了。所以等于是说它包罗万象，过去很多不同的工具需要的功能它都整合在这个程式里头，但是呢每一个功能还是至少你用起来还是像一个指令一样，所以还是符合了 Unix 原本的一个工具就做一件事的这个哲学。可是你会说这样不是有点点作弊吗？一个工具只做一件事情，但你全部都到那个 New Shell 里头去。其实我觉得是还可以，原因是 New Shell 其实跟其他 Shell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这个 New Shell 这边有一个 Thinking in New， 还有后面它也有写类似的东西。主要的一件事情是它比较像是一个 compile language， 所以它那些小工具在某个意义上来说，就是我这边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函数一样。命令列的这一行所谓的指令呢，它至少照它后面讲的，它是 compile 起来的东西，在我看起来跟 Polars 的 Query Plan 是同一个路线的东西都有形态，查询都要把它 compile 起来。我觉得这样子其实还蛮符合我认知中的 Rust 的风格。好的，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了一下 New Shell 它的一些特色和它的一些风格，只是非常粗浅的一个介绍，因为它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的风格更偏向程式语言这边，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没有介绍到。比方说来说，它的变数其实是 immutable 的，这也是非常 Rust 的一件事情。你想想，就是我的 Shell 里头的变数为什么要是 immutable 呢？它比较被人诟病的是缺乏了 job control 的功能，但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性的大问题。我自己没有用的原因，单纯只是使用习惯上 Shell 对我来说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环境。如果要做资料处理甚至档案处理比较复杂一点任务，我会在 Python 头做，但这只是目前我的状况而已。我甚至可以想象我在未来因为 New Shell 而改变我的工作流程和习惯。如果你觉得它很适合你，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你觉得现在它还没有那么适合你，我觉得它也是个值得关注的一项技术。也许我们未来还会再更深入的探索一下 New Shell 的一些特性。